这次用查理·蒙格的思维来写子弹笔记，学他用一张清单管住享乐买的手，用笨办法打败聪明人。年轻的时候，我以为智慧就是聪明，后来我发现智慧其实是避免做蠢事。华伦和我能有一点点成就，不是因为我们做对了多少事，而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少做了很多蠢事。今天我想跟你分享一个方法，帮助你在投资中避免蠢事。为什么你需要一套投资系统？我这辈子遇到过无数聪明人，他们最后都在投资上栽跟头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太相信自己的脑袋。人类的大脑有严重的缺陷，确认偏误，你只想看到你想看到的。锚定效应，你会被第一眼看到的价格绑架。从众倾向，别人做什么你就跟着做。损失厌恶，赔100块的痛苦远大于赚100块的快乐。这些心理倾向是写在我们基因里的，你无法消除它们。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建立一套系统来对抗它们。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一本投资笔记，不是为了记录，而是为了对抗你自己。投资检查清单是你的核心工具。每次投资前，我都会问自己一连串问题，这些问题来自不同学科，心理学、数学、生物学、物理学。因为投资需要的是普世智慧，不是单一专业的知识。把你的笔记本打开，把这些问题写在第一页。第一层，这个投资本身够不够好？我理解这个生意吗？这家公司在未来10年会怎么样？它的商业模式简单到我能跟我孙子解释清楚吗？它有护城河吗？是什么阻止竞争对手抢走它的生意？这条护城河是在变宽还是变窄？经营者值得信任吗？他们是为股东工作还是为自己工作？他们会诚实承认错误吗？第二层，我现在的心智状态正常吗？我是不是因为股价在涨才想买？这是从众倾向在作祟。反过来想，如果这档股票已经跌了3个月，我还会想买吗？我是不是因为听了某个权威的话？这是权威偏误。即使是华伦的建议，我也会用自己的脑袋再想一遍。我是不是急着想做点什么？这是行动偏误。没事做就难受，有时候最好的行动就是不行动。第三层，我考虑过反面的可能吗？如果我错了，最坏的结果是什么？我能承受这个损失吗？这会影响我的生活吗？有什么是我没看到的？我找过反对这个投资的理由吗？有没有哪个聪明人不同意我的看法？如何把这些问题变成你的每日仪式？我不相信意志力，我相信习惯和系统。如果你要靠意志力才能在投资时保持理性，你一定会失败。正确的做法是把理性变成一个不需要思考的习惯。收盘后，每天花5分钟做这件事。打开你的笔记本，写下范例1：乱世中的冷静。日期2026年2月23日。今天市场给我的诱惑。今天大盘暴跌300点。我看到某电子股价从120元跌到98元，跌幅近20%。当下第一个念头是，这是不是捡便宜的机会？手指已放到下单键上。群组里有人说，这档跌过头了，明天一定反弹。那种别人都动了，我还在看的焦虑感很难受。我抵抗诱惑的方法，我强迫自己打开笔记本，写下3个问题。某电子是做什么的？老实说，我只知道它是电子股。它为什么跌？信说是产业景气反转，但我不确定是短期还是长期。我研究过它吗？没有。写完这3个答案，我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在买什么。这不是价值投资，这是赌反弹。然后关掉下单软体，去泡了一杯茶。明天要注意的是，明天如果某电子继续跌，我要提醒自己，不知道它为什么跌就不该买。没有研究过的股票再便宜都是贵的。范例2：名牌之乱。日期2026年2月24日。今天市场给我的诱惑。中午和老同事吃饭，老张神秘兮兮地说他有内线消息，某小型股即将被并购，股价至少翻3倍。他讲的活灵活现，连时间点都说了。回到办公室后，我忍不住查了这档股票，今天真的涨了3%。当下很想跟进，怕错过这班车。
我抵抗诱惑的方法，我想到查理芒格说的一句话：如果这是一笔好交易，为什么要告诉我？然后我在笔记本上写下几个反问：老张为什么要把赚钱机会告诉我？这个消息传到我这里时已过几手。如果消息是真的，我现在买进是否1万？如果消息是假的，我准备赔多少？写完后，我在那线消息旁边画了一个大叉，写上这是毒药。明天要注意的是，如果明天这档股票继续涨，我要提醒自己，市场上永远有各种消息，但99%都是造业。靠消息赚到了钱，最后都会靠实力赔回去。范例3：好公司，好价格。日期2026年2月25日，今天，市场给我的诱惑。某金融是我观察很久的公司，我一直想等它跌到50元以下进场。今天它真的跌到49.8元，我差点直接下单买进10张。我抵抗诱惑的方法，我问自己，我当初为什么设定50元？翻开笔记，发现当时设50元的原因是，感觉它应该值这个价，没有任何计算依据。于是我花了半小时重新算合理价格，每股盈余4.2元，过去5年本益比10到15倍，合理区间42到63元。原来50元确实是合理区间下缘，可以进场。但我又问，现在是买进的好时机吗？我注意到最近金融股有利空，市场还在消化，也许可以再等等。明天要注意的是，我决定把某金融加入观察买进清单，但不是今天出手，宁可错过，不要做错。范例4：报复性交易。日期2026年2月26日，今天，市场给我的诱惑。上周买了一档股票，今天大跌8%，跌破我的停损点，但我卖，因为不甘心赔钱。到了下午，我甚至想加码摊平，拉低成本。这种念头一出现，我就知道出问题了。这不是理性，这是赌徒心态。我抵抗诱惑的方法，我在笔记本上写下，我现在的感觉是愤怒、不甘心，想报复市场。我想做的事是加码摊平。这个想法来自情绪，不是分析。正确的做法是遵守纪律，停损出场。写完后我冷静多了，我知道如果现在加码，就从投资变成了赌博，赌的是市场会还我公道，市场从来不欠任何人公道。于是我按下卖出键，认赔出场。明天要注意的是，明天可能会想把赔的钱赚回来，这是最危险的心态。我要提醒自己，报复性交易只会赔更多，最好的报复是冷静下来等下一次机会。范例5：什么都没做的一天。日期2026年2月27日，今天，市场给我的诱惑。今天大盘涨了150点，群组里一片欢乐，有人贴对账单赚了10万，有人说随便买随便赚。但我今天什么都没买嘛。我抵抗诱惑的方法，其实今天没什么特别的诱惑，就是看着别人赚钱有点痒。我在笔记本上写了一句话：别人赚钱的时候，不需要证明自己也很厉害。然后我关掉群组，去阳台看我的小菜园。那些菜不会因为股市涨跌就涨得快一点，他们有自己的节奏，投资应该也是这样。明天要注意的是，没有特别要注意的，继续观察，继续等待。范例6：听到一个新名词。日期2026年2月28日，今天，市场给我的诱惑。今天看到一篇文章介绍一个新的投资题材，叫某概念股，说这是未来10年的大趋势。文章写得很有说服力，底下留言一堆人说已上车。当下很想点开来研究，甚至直接买一些试试看。我抵抗诱惑的方法，我在笔记本上画了一个圈，写上能力圈3个字，然后问自己，这个某概念股在我的能力圈内吗？我懂它的技术吗？不懂。我懂它的商业模式吗？不太懂。我能预测它未来3年怎么发展吗？完全不能。那它就不在我的能力圈内。查理芒格说过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能力圈，你要做的不是扩大它，而是知道它的边界在哪里。于是我决定不碰。明天要注意的是，明天如果再看到新名词，先问这在我的能力圈内吗？如果不在，
关掉文章，不要浪费时间。圈外的机会再大都不是机会。看完这些范例，你可能会问，每天这样写真的有用吗？我告诉你，有用，但需要时间。这些日记的价值不在于你写了什么，而在于你被迫停下来思考了那几分钟。人类的大脑是为快速反应设计的，看到老虎要跑，看到食物要吃。但在投资世界里，快速反应往往害死你。每天花5分钟写这几行字，就是在训练你的大脑慢下来，想一想。1年之后回头翻阅这些日记，你会看到自己的进步。曾经让你冲动的那些股票后来怎么了？曾经差点掉进去的坑，现在是不是绕着走了？这就是我的投资哲学。成功的关键不是做对了多少事，而是少做了多少蠢事。今天你又忍住没做蠢事，这就是一场胜利。每周花30分钟做这件事。范例1，耐心的一周。日期2026年2月28日。本周我做的唯一一件事，本周我只做了一件事，把某金融从观察清单移到预备买进清单。这听起来像什么都没做，但其实我做了很多。我每天花15分钟追踪某金融的财报、产业趋势。我发现它跌到 49.8 元，那天市场很悲观，很多人说金融股完了。但我算过它的合理价值42到63元，知道50元以下是合理区间。我没买，因为还在等更好的时机。我没做的是，本周我抵制住了3个诱惑。某电子的暴跌捡便宜一诱惑，我根本不懂这家公司。老张的内线消息诱惑，后来那档股票没动静，别人赚钱我没赚的焦虑，关掉群组去种菜。我学到的一件事，机会和看起来像机会的陷阱往往长得一模一样。暴跌那天它像机会，内线消息听起来像机会，但都是陷阱。真正的机会，某金融反而没人在讨论，真正的好东西通常没人在喊。范例2，犯错的一周。日期2026年3月7日。本周我做的唯一一件事，犯了一个错，然后停损出场。周二我买了某生技，理由是它跌很久了，应该要反弹。这不是研究，是感觉。买进后它继续跌，周四跌到停损点-8%，我卖了。虽然赔钱，但感觉不差，因为我遵守了纪律。我没做的是抵制了加码摊平的诱惑。想起芒格说，不要试图用另一个坏决定挽救坏决定。没抵制的是感觉会涨的诱惑。买某生技时没有任何研究，只有感觉，这是赔钱的原因。我学到的一件事，感觉是投资里最贵的东西，靠感觉买就会靠眼泪卖。这笔交易赔了 8%， 但学到的教训会帮我省下未来更多 8%。范例3，什么都没发生的一周。日期2026年3月14日。本周我做的唯一一件事，读完穷查理的普通常识重读。这周市场平淡，这种时候最容易手痒，想找事做。我选择读书，不是交易。书里有段话，你不需要每次都出手，你可以一直等，等到落在你甜蜜点的球。我没做的是抵制了没事做就难受的诱惑。周三我打开下单软体3次，都找不到想买的股票。当下想随便挑一档看起来还不错的买一点，但我问自己，如果这档股票要持有10年，我愿意吗？不愿意。于是我关掉软体去翻书。我学到的一件事，不做任何事也是一种投资策略，而且是多数人做不到的策略。真正能赚大钱的人，往往是耐得住寂寞的人。范例4，收获的一周。日期2026年3月21日。本周我做的唯一一件事，某金融跌到 48.5 元时买进第一批5张，这是我观察3周的标的。之前 49.8 元没买，因为市场情绪未稳。这周它继续跌，但我知道合理价值基本面没变。买进理由，价格低于合理区间 48.55 时，市场过度悲观，分批进场留子弹。我没做的是抵制了再等一下看会不会更低的诱惑。 48.5 买了后跌到 48.2， 但没人能买的最低点。抵制了想一次买满的诱惑，留有现金等更好机会。
我学到的一件事，买在合理价格比买在最低点更重要。追求最低点会错过好机会，接受合理价格反而能安心持有。范例5：情绪波动的一周。日期：2026年3月28日。本周我做的唯一一件事，某金融涨到55元，我没卖。上周 48.5 买的，这周涨 13%。当下想获利了结，但我问自己，当初买的理由，长期价值还在吗？基本面没变，那为什么想卖？因为赚了钱怕跌回去，这是典型情绪操作。于是我决定不动。我没做的是抵制了赚了就跑，加码追高，看别人赚更多的诱惑。我学到的一件事，赚钱的时候比赔钱的时候更需要纪律。赔钱时知道要停损，赚钱时反而容易被情绪冲昏头。本周守住不卖是重要的练习。范例6：混乱的一周。日期：2026年4月4日。本周我做的唯一一件事，整理笔记。这周市场很乱，我发现自己开始慌了。周3晚上翻开笔记，看到自己写过，市场混乱的时候，最需要的是秩序。于是我花1小时把过去1个月的观察、想法重新整理，心定多了。我没做的是抵制了跟住市场乱动的诱惑。周2大跌想卖，周3大涨想买，周4又跌又想卖。情绪一天3变时最容易做后悔决定，但我忍住了。这周没有任何交易。我学到的一件事，混乱的时候停下来整理，比乱动更重要。市场永远都在，但如果心乱了，什么机会都抓不住。看完这些范例，你可能会问，每周写这个到底有什么用？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，投资的胜负不在于你做了什么，而在于你是谁。如果你是一个冲动的人，你的投资就会冲动；如果你是一个有系统的人，你的投资就会有系统。每周写这3行字，不是在记录投资，而是在重塑你是谁。当你每周写我做的唯一一件事，你在训练聚焦；写我没做的事，你在训练抵抗诱惑；写我学到的一件事，你在训练从经验中提炼智慧。52周后，你会发现，你不只是一个更好的投资人，你是一个更好的人。投资的最终目的不是赚钱，而是成为更好的自己。当你真的要投资了，用这个3层结构。第一层，买进前，投资备忘录，买进什么？日期，价格多少？买进的原因是什么？我忽略的风险有哪些？打算持有到何时？何时会卖？如果失败，最可能的原因是什么？写完后放24小时，明天再看一遍，如果还想买再动手。第2层，持有中，情绪日记。本周的价格变化，我的感觉是兴奋，想加码，或者焦虑，想卖，还是无感，当初买的理由还在吗？是还在，或者部分改变了，还是已经不在了？本周做了什么蠢事？如果没有，就是最大的进步。第3层，卖出后教训结晶，检讨何时买进，何时卖出，持有多长时间，结果是赚多少，赔多少。这次做对了什么，未来可以重复做；这次做错了什么，未来避免再做。如果重来一次，我会在哪个环节做不一样的决定？这个教训可浓缩成一句什么话？最后那句就是你从经验中结晶出的智慧，写在笔记本封面，常常看。我的个人小秘密，我从来不看预测市场的分析报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发现没人能预测未来。我只做2件事，收集优秀公司的清单，等他们出问题的时候。这就是我的投资系统，简单但不容易。在笔记本最后留几页空白，写上优秀公司观察清单，把那些你理解、喜欢、信任的公司写上去，然后等着市场犯错，等着他们股价跌下来，等着别人恐慌。就像打牌一样，如果你玩了30分钟还不知道谁是输家，那你就是那个输家。投资也一样，如果你没有自己的系统，你就是市场的猎物。给你的最后一句话，华伦和我这辈子没做过太多交易，我们大部分的钱
来自那少数几次对的决定。你的投资笔记不是为了记录你做了多少事，而是为了帮助你找到那少数几个真正重要的决定。每天写几行字，是为了让你在兴奋时冷静下来，在恐慌时想清楚，在犯错时学到东西。这就是我的普世智慧在投资上的应用。它不复杂，也不神秘，它就是诚实的面对自己。如果你能把这个习惯保持10年，你会发现你不只赚到钱，你还赚到了一个更好的自己。今天的影片讲的是主题，但其实还有很多细节来不及分享。我把更完整的图文笔记、使用模板、延伸阅读清单都整理在我的个人网站了。如果你想深入学习，可以到下方说明栏找到网站连结，免费下载这些资源。网站叫投活学，期待在那里见到你。下个影片见。